各位朋友，这可真是天狂有雨，人狂有祸呀！前两天我给大伙说的，我说马来西亚的一个女游客到了中国作妖啊，跟那儿喊中国人很臭，你们怎么不洗澡啊？实际上呢，这个马来西亚人的人种啊，他们身上天然的体味要比中国重得多。这个女游客呢，后来呢，感情一调查呀，这家伙还是一个女警察，她叫阿西金啊，在中国旅游期间，多个公共场合故意舞弊并拍摄视频，用马来语嘲讽中国人不洗澡很臭，后将视频发布至这个外网博取关注。除了言语嘲讽以外的同行的游客还被指呢，在公交车上与当地人推挤，差点把中国老人给推倒。乘坐出租车时呢，当面批评司机。视频呢，在6月下旬中国社交媒体曝光以后呢，迅速的引发了众怒，点击量短时间呢突破了100万，而且在海外的媒体上，甚至是马来西亚本地的一些网红都出来批评这个货了。什么？来中国旅游还骂中国，说中国人不洗澡很臭，甚至故意捂着鼻子对着镜头做出各种嫌弃的表情。哼，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网红一夜之间被中国网友和马来西亚网友一起骂上了热搜。说实话，朋友们，看到这些视频，我觉得作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很生气，因为这已经不是没素质这么简单了，这是把无知当个性，把傲慢当幽默，把侮辱别人当流量密码。这位马来西亚的网红诺阿西金在中国旅游期间接连发布多条争议视频，视频里他故意捂着鼻子，对着镜头阴阳怪气地说中国人不洗澡，中国人很臭。哼，注意，不是吐槽某个地方的卫生不好，也不是反映某个景点的环境问题，而是直接把矛盾对准了所有中国人。最让人恶心的，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那种嫌弃和轻蔑的表情，根本不像是在分享旅游见闻，更像是在故意侮辱别人。后来更多视频被扒出来，大家发现这个人的问题远不止这一件。在乘车过程中，他与当地民众发生推搡，一个老人差点被他推倒。面对出租车司机，他也是各种不耐烦，各种挑衅，然后呢，再把这些内容剪辑成视频发到网上。说白了，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因为他知道这些内容有流量啊。果然，视频火了，只不过火的方式和他想象的不一样。中国网友愤怒了，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很多正义的马来西亚网友也愤怒了，甚至有人直接留言别代表马来西亚，因为有些事情根本不涉及国籍，完全是做人有问题。后来呢，这个网红眼看着事情越闹越大，他终于出来道歉了，说自己是一时冲动，说自己没有恶意，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但是问题来了，迟来的道歉谁会相信呢？如果真是一时冲动，会接连拍那么多条视频吗？如果真的没有恶意，会刻意捂着鼻子对着镜头表演吗？如果真觉得自己做错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删？为什么非要等到全网开骂了才出来道歉？很多网友之所以不接受他的道歉，就是因为大家都看得出来，他后悔的不是侮辱了别人，而是翻车了。他不是知道错了，他是知道怕了。来到中国，你当然有权利评价，你觉得哪里不好也可以说，但是评价和侮辱是两回事啊。评价是针对问题，但是侮辱是针对人。说景区卫生需要改善，只是建议；说中国人都不洗澡，这就是偏见，就是侮辱。故意捂着鼻子羞辱一个国家的人，这是教养问题。说到底一个真正见过世面的人，从来不会靠贬低别人来证明自己。越没有见识的人，就越喜欢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更可笑的是，这个网红他以为他是在嘲笑中国人，结果最后被全世界看见的却是他自己的无知和傲慢。我们真正生气的也未必是那句很臭，大家生气的是有些人来到别人家里做客，吃着别人家的饭，住着别人家的酒店，享受着别人提供的一切便利，最后呢却还要回头踩别人一脚。这种行为无论是在哪个国家都不值得被原谅，因为尊重是人与人交往的最基本的底线，而他踩的恰恰就是这条底线。全世界都在批评他的这种荒唐的行为，他自己也慌了。他在6月22号在社交平台发布道歉声明，称自己因一时冲动做出了错误反应，愿意承担全部的责任。道歉声明呢，仅以马来文发布，没有提及推搡老人等行为被网友普遍质疑诚意不足。
事件初期呢，他曾经态度强硬，扬言要起诉曝光的网友，舆论发酵以后呢，才转变了态度。大批的网民呼吁将他列入中国入境的黑名单，建立对恶意抹黑者的这个禁入制度。不少马来西亚的这些大 V 也对此感到羞愧，谴责涉事者丢人现眼，担心影响两国关系和免签的政策。结果这个事情呢闹大了。这个马来西亚在职的皇家警察被他的警察总长哈利德证实已对他展开纪律调查。6月23号，警方已经对涉事女警展开纪律调查，旨在查明是否存在着违纪或者是违法的行为。总长强调，调查不仅针对警察的纪律，也涵盖相关行为是否触犯法律，并提醒所有的警员，无论是在国内或者是国外，均需维护道德操守与纪律，维护警队的形象。那么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人身上体味最重呢？第5名，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紫外线辐射强烈，致使人体为了散热而出大量的汗，汗液中的盐分含量相对较高，干了之后会留下淡淡的咸味。第4名，尼日利亚。尼日利亚位于非洲热带雨林气候区，终年高温多雨，人体出汗多，且汗液蒸发缓慢，皮肤表面长期处于潮湿状态，细菌迅速滋生，汗液分解产生的气味更重。第3名，法国。法国人长期食用乳制品，这会增加他们汗液中含硫化合物的含量，而这是形成独特体味的关键。第2名，印度。印度人身体出汗多，高温高湿的环境会加速皮肤表面细菌的生长，细菌分解蛋白质、脂肪酸和汗液后会产生明显的气味。在公布第1名之前，在评论区写下你认为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人体味最差。排名第1的国家，人们的饮食主要由香肠、黄油、肥肉、伏特加等高热量、高脂肪食物组成，这些食物会改变脂肪酸成分和汗液，使汗液本身更难闻。这个国家是俄罗斯。今天离谱事件，有人在巴士大便，在巴士上面突然间嗅到有大便的味道，很重，肯定是大便了，因为不可能放屁这么久那个味道。是啊，大概5分钟啊，那味道还没有消失。我怕那个人是不小心拉了，又不好意思说要停车，我就叫 Sky 去提醒一下司机。这是谁？就有点像猫大便，不像人的。我对。几乎全部人都盖着鼻子。有听到吗？我要打王者都不能打。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同心协力，全场下车。我们被大便赶下车。破案了，真的有人大便，最后工作人员来清理了，我们也成功被延误了1个小时。各位看到了吧？其实中国人的体味是最轻的，约80%到95%的东亚人携带了一个基因突变，大汗腺的分泌呢比较弱，体味在全球范围内是属于最轻的一种。所谓中国人不洗澡所以臭的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而这位马来西亚的现役警察，他的公职人员这个身份就更加的特殊，身为执法者，在国外旅游期间公开的羞辱当地的民众，严重损害了马来西亚警队及国家形象。公职人员本该以身作则，随意诋毁他人，他必须要为他的言行买单。恐怕这个警察是当不成了吧？如果是违反马来西亚比较严苛的法律，因为马来西亚我听说法律也挺严这还有可能坐牢，让他到牢里边去闻闻别人的体味吧。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